头可以给你，但你要用那个碗来换。给你，快把罐头给我。这玩意儿能是古董？让我给我留点。小白，走了，回家了。你都吃多少了？不给，自己去要。哼，顾德兴，吃下，回去我有吃不完的罐头。吃不完的罐头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你别管他，快走！开门啊！李笑笑，你房租怎么还没交呢？快开门！这个给我干嘛？我是过来收房租的。张阿姨啊，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？你都已经欠了1个月房租了，今天再不交上，就赶紧从这里搬出去。哎呀，马上啊！这两天我就给您。哎呀！喂，林小小，怎么又超时了？你被开除了。站长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。就剩200块钱了，只吃面包都吃不了几天，完了，工作没了，钱也快没了。这下好了，不仅房租交不上，连饭也要吃不起了啊！不是吧？难道真得回老家啃老？我不甘心啊！小家伙，别怕，你忍着点儿。我也没钱送你去医院。这个梁教授想要干嘛？你走开，离我远点！谁在说话？动！这梁教授想要害死我吗？捏痛本喵了！不好意思，是你在说话啊！我居然听到一只猫在说话了。好饿，要饿死喵了！好想吃这梁教授的面包啊！你也饿了？我就这一个面包，我们分着吃吧。这个梁教授人还怪好的嘞，不像有的梁教授追着我欺负。要不是脚受伤，我早跑了。你说什么？居然有人欺负流浪猫？这些人还是人吗？实在是太可恶了。慢慢吃，别着急。看来真的是饿了很久了。放心，本喵也不白吃你的。你等会儿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那这是本喵给你的报答。你们梁教授不都喜欢这玩意儿吗？钱包？我们喜欢的是钱，钱包纸。这是1000块，里面居然有1000块，这居然是真的！我竟然能和动物沟通，他甚至还给了我钱。你还真是我的招财猫啊！可恶的梁教授竟然敢亲我！走，我带你去吃大餐。放开我！才不要吃你的东西！别想！也不知是谁丢掉的钱包，看上去已经丢了很久了。要不我还是把它上交了吧，万一能找到失主呢？可我剩下的钱就不够给小猫治病了。不管了，反正这钱是他找到的，还是用来给他治病吧。医生，给我拿一些酒精纱布，再拿一把剪刀和云南白药，还有宠物用的消炎药。好嘞，一共200。这梁教授要干嘛？果然啊，梁教授都没安好心，你不要过来呀！吓死本喵了！看在你为本喵止血包扎的份上，本喵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刚才的无礼啦。客气啥？这些钱本来就是你带来的，花在你身上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快，接着吃罐头吧。给你吃了块面包，你就还了我1000。招财猫，招财猫，都说猫招财，看来也不是没道理的。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哎，小小，可算堵着你了。那房租什么时候交啊？你这可这么长时间了，再不交我可要换锁了。小小啊，我也知道出来混大家都不容易，但你这房租都拖多久了？你赶紧给交了啊！小白带来的1000块还剩下800来着，也够交1个月的房租了。张大妈，对不起，实
在不好意思，之前我确实是拿不出，现在我有钱了，我先给你1个月的，下个月的你再宽限我几天。肚子好难受，想吐，都怪主人给的香香骨头，吃完就这样，真的好想躺下。哎，张阿姨，你家小狗是不是生病了？小小，你怎么知道？豆豆这2天也不知道咋了，啥都不吃，还吐了好几次。我带去楼下诊所开了药，也不见好，急死我了。要不你帮忙看看？要不你帮忙看看？行啊，那是兽医该干的事儿，他会看什么病啊？你要是能看好了，我给你免半年房租都行。张大妈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？对，我说的。听豆豆的意思，应该是食物中毒。强子，豆豆生病前是不是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？比如味道很香的，但不是狗粮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前2天我女朋友带来一盒特制的卤味骨头，特别香，她亲手做的。豆豆馋得不行，我就喂了她一小块，就一小块。豆豆这可不是简单的肠胃炎，他这是吃了不适合或者变质的食物引起的中毒和胃部灼伤。卤味骨头是给人吃的，调料太重了，对狗狗来说就是毒药。赶紧饮料所有零食和果粮，先给豆豆喂点温的稀的米粥或者羊奶粉，保护肠胃。啊，中毒？那诊所给开的药要先停我的，先给他喂点温和的流食观察下，如果明天还是不行的话，赶紧送医院。行，小小，我听你的，谢谢你啊，这是一点心意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给宠物看病比人都贵，你也别嫌少。是啊，不用。哎呀，拿着吧，小小，知道你也不容易。若是回去试了真有用，你这半年的房租我就给你免了。哎，走吧。耶！终于咱们不用再担心房租的问题了，小白，我们再也不用露宿街头了。可恶的两脚兽，竟然打搅本喵的休息！等本喵的伤好了，本喵一定要逃离这里！你休想再碰到本喵！没想到这只两脚兽还是有些本事的。我的脚可以下地走路了。醒，本喵饿了，快给本喵弄点吃的。别闹，一会儿再吃，让我再睡会儿。你这两脚兽真是不知好歹！照顾本喵是你的福气，你居然敢拒绝！亏本喵还想告诉你个发财的好机会。啥发财的好机会？说说呗，什么发财的消息啊？看你态度还不错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告诉你吧。之前我在的街上有一只大黑狗朋友，他说的有见你们人类说的古董。朋友？古董？真的假的？一只狗能有古董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可是亲眼看到的，它那晚上有着龙纹的。那你快带我去看看。我的罐头！小白，你说的古董在哪儿呢？急什么？大黑就住在不远的桥洞下面。要不是看在你给本喵吃的、帮本喵治腿的份上，本喵才不告诉你。本喵告诉你，以后本喵用餐的时候不准打断本喵。你确定这玩意儿能是古董？小白，这捡垃圾的都没人要吧？猫不可貌相，碗不可斗量，你再质疑喵。快，就这只，能卖大价钱，趁他不注意套住他。来吧，偷狗贼，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大笨蛋，快跑呀！哎呀，你们再不住手，我就报警了。哪儿来的疯女人？流浪狗你也管？滚！你们这群偷狗贼，太可恶了！
我的脚！小娘们，老子记住你了。你等着，给我等着！跑什么？来和你黑夜我大战300回合！真是太危险了！这些偷狗贼，光天化日居然还敢这么嚣张！这个女人倒是挺好的，就是怎么看起来傻傻的？当着面骂我，你礼貌吗？好香啊！肉，好久没吃过肉了。哼，狗腿子，能不能要点狗脸？不就一颗罐头吗？至于吗？小白白，你这是饱饱不知饿狗鸡，懒得理你。嘿嘿，这人类一定被我乖巧的样子给迷住了吧？他这么善良，一定懂我的意思吧？快把罐头给我。嘿嘿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罐头我来了。想吃啊？你个破人的妖精，快把我的罐头放下来，要馋死我了！罐头可以给你，但你要用那个碗来换。给你，快把罐头给我！这玩意儿能是古董？让我给我留点儿。小白，走了，回家了。你都吃多少了？不给，自己去要！哼，狗德性，谁稀罕？回去我有吃不完的罐头。吃不完的罐头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你别管他，快走！这可怪不得本王了，罐头是你给的，食物中毒你得负责到底。本王也想要吃不完的罐头。后刺成功，快看我，演得像不像？腿要不要再抽得再逼真点？流浪不容易啊，3天饿9顿，求收留，求包养。本王聪明又能干。喂，演技浮夸了，后腿抽筋频率不对，而且别嘀咕了，我能听到你说话。暴露了，怎么不早说？傻狗！主人，求收养。我自己还养不活呢，有了个小白，再来这么个大黑，哎，算了，走吧。还剩几百块，给这2个小家伙加个餐吧。走，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你这海螺都蔫了，你看壳边都泛白了，这肯定快死了。我最多给你10块钱。说了多少遍了，大爷，你可别睁眼说瞎话。我这海螺早上刚从渔船上卸的，你晃它一下，里头还动呢，少80不卖。您呐，就别在这添乱了，爱买买，不买走。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欺负老年人呐？你在这卖死物还有理了？这东西你敢卖，我还不敢要呢。哼！你要想吃那只海螺，快把那只海螺拿下。行，你说了算。老板，别吵了，这海螺我要了，多少钱？呀，姑娘，你这也算是帮了我忙，我也不多要你的，给50就行。嘿，老板，你凭什么卖给他便宜，卖给我贵呀？我看呐，你这破店迟早要倒闭。10块钱也想买我的螺？你在想屁吃啊！少在这倚老卖老。老板，钱付过了，帮我把这海螺处理一下吧。好嘞，妹子稍等。哼，傻子才会买呢。嚯，妹子，你这螺开出美乐珠了。嚯，妹子，你这螺开出美乐珠了。美乐珠，我看看。哎，都别动，这螺是我的，老板，80块我买了。妹子，拿好，你先付了钱，这东西就是你的。哎，这位小姑娘，你这美乐珠卖不卖？我出10万。10万，卖，当然卖。哇！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给您。要是这碗也真是个古董，那我不是发了啊？看来小白说的话还是有可信度的。不管了，回头找个古董店去碰碰运气。走。这就是阴明神物的主人家吗？本王再也不用流浪了。吃德行。
没见过世面的狗。行了，你们俩安静待着，别吵到周围邻居。我去把碗洗一洗，看看到底是不是古董。嘿嘿，本王如此能干，主人收留我一定不会后悔的。这花纹好像还真有些特别。大明宣德年制，真的假的？时间还早，我去附近古董店问一问吧。哎，你们两个在家好好待着啊，我出去一趟。好的，主人。老板，我这儿捡了个狗碗，麻烦您给看看是不是古董。美女，穷疯了吧？狗碗也往这儿拿？就是，这狗碗要是都能成古董，老子立马回村，连夜把村里的狗碗全偷了。你要笑死我吗？连夜偷狗碗？我就知道，怎么可能什么好事都让我占了？得，继续拿回去给大黑当狗碗吧。等等，这器型，这青花发色，有点像官窑的东西啊。小姐，你在哪儿捡的？可否让我拿着好好长长眼？不是吧？这难不成真是古董？好，老板，您给仔细看看。难不成还真是个古董？我的天哪，这是明代官窑青花缠枝龙纹碗，画工精细，还是龙纹，应该是玉制用品。虽然考研有磕碰，但开门老，保存成这样不容易。小姐，你这到底在哪儿捡的？明代？真的假的？看着平平无奇啊。老板，你说这能值多少？官窑玉制品，而且有年份，市场价品相好的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。这个虽然有损，但是品相相当不错，至少100来万是值的。100来万？这么好的古董居然是个狗碗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哇塞，这赚翻了呀！美女，哪儿捡的？带我一个呗。100来万，没想到还真是个宝贝。小姐，这东西你打算出吗？出，当然出。不知道老板你多少钱收？小姐，你先别激动，这东西我这小店收不起。不过我有个朋友专门干这行的，他最是喜欢收集瓷器，人称老瓷片。这是他的联系方式和地址，小姐若是想出手，去找他。古董商行，行，谢谢老板。主人不会觉得我太能吃，要把我赶出去吧？大黑，你放心吃，不赶你走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你们可都是我的福星啊！小小睡了吗？哎，小小，张阿姨是你啊？有什么事吗？之前豆豆啊，多亏有你治疗，这不小李的狗也出了问题，我想着带它过来找你看看。那你们聊，我走了。谢谢阿姨。李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小，你这儿真能看。我们家的球球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，去了好几家医院检查，都说没病，这都花好几千了，我都快急死了。李哥，你先别着急，我问问看。哎，问问。球球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呀？哼，愚蠢的人类，有我一个还不够，还新养了一个丑八怪。那个丑八怪用我的碗睡我的床，臭死了，气死本公主了。李哥，你们家最近是不是新养了什么别的宠物？比如猫？嘿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，我还知道你给他们喂食是不是都用的一个盆？神了！小小，你连这都知道？难不成你能听懂球球说话？不是，我哪有那本事啊？就是根据他的状态猜的啦。是这样，对，我最近新养了一只布偶猫，刚接回来3天。可是这跟球球有什么关系啊？球球以前吃饭可香了。球球不吃不喝，问题就在这儿呢。
他觉得星猫抢了他的地盘和他的专属用品，在闹情绪呢。这叫争宠应激，是心理问题。对，就是那个毛茸茸的丑八怪，快把他赶走，可算有人为我发声了。应激心理问题。哎呀，你看这小醋精，那这该怎么办？其实解决方法也简单，你就给星猫准备全新的、位置不同的食盆、水盆、猫窝，把球球的东西洗干净后都放回原位。最重要的就是这几天多抱抱球球，让他感觉她还是你的小公主。这真能行？你就先试试呗，反正又不费什么事儿。行，那我先回去试试。谢谢你啊，小九。要是真按你说的灵验了，我肯定好好报答你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哎，好。主人看起来好累，要不要本王去把李哥家的猫给叼回来？这样球球就开心了，主人也不用被缠着了。去，别捣乱，吃你的狗粮去，那可是人家的东西。好吃。那我去给主人找点珍贵的草药补补，这样主人就不会觉得累了。这么晚了，谁还会来啊？嘿呀，李哥，怎么了？是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小小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太神了。球球回去啊，闻了闻他的垫子，我按你说的抱了他一会儿，他立马就去吃饭了，还冲小猫得意的叫呢。这个你拿着。哎呀，拿着，你必须得拿着，你这可帮了我大忙呢。李哥，你太客气了，都是邻居，互相帮忙应该的。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，小小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那这样，我明天请你吃饭吧，地方你选。啊，不用，李哥，不用破费了。走开，离远点。小白，别闹。你这猫还挺护主哈。不好意思，李哥，小白可能是有点怕生，吃饭就不用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李哥。那好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，这个是我健身房的会员卡，这个你就收下吧，有空也能增强一下体魄，一个人住也能安全点。谢谢啊，李哥，那我就不送你了，拜拜。哎呦，这小猫脾气可真大。我得赶紧找个地方把这个碗出了，回来再开个动物救助站。你们两个好好在家等我，我出去一趟，吃的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大黑，你少吃点，小心积食啊。小白，你水里我放了些消炎药，多喝点，脚好得快。知道了，啰嗦。嘿嘿，放心主人，我保证听话，我帮你看着小白。乖乖等我回来啊。愚蠢的两脚兽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本喵困在这个小房子里了吗？抱歉了主人，这次本王先不听了，下次一定。主人体魄太弱了，如果本王给主人找回来补身体的东西，主人是不是会给本王好多肉肉？傻狗！请问老瓷片老师在吗？我是来卖古董的。哦，你就是那个捡到个明代官窑青花缠枝龙纹碗的？对，没错，是我。我叫林小小，是博古轩老板推荐我来的。鄙人钟平，这是我的古董店，古玩界里的人呢都叫我老瓷片。小姐，东西带来了吗？啊，带来了。您看看是不是？好啊，真是明代的官窑。哎呀，这品相好啊，比我想象中的还好些。林小姐，你打算出个什么价？啊，不是昨天说好的100来万吗？难不成是觉得100万贵了？也是，一个狗碗哪能值？林小姐，看来你是真不懂啊！你这个青花缠枝龙纹碗可比想的要贵些。你呀，也是遇到了我，要是碰到其他人啊，你怕是要被坑惨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交个底，你这碗按照现在的行情，价格在300万到600万之间，我就350万收了，你看行不行？100万变350万，成交。小姐，不再抬价？不抬了，350万够多了。既然老板对我这么坦诚，我也不能吝啬，不是？林小姐，大气敞亮，来，我这就给你转账。
支付宝到账350万元。谢谢老板。林小姐，你可真是客气，倒是我还要谢谢小姐呢。以这么低的价格给我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。好。爸，你快看看雪球，他今天又吐了，什么都不肯吃，就这样一直缩着发抖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怎么又这样？上次不是还好好的？你先别急，咱们再去医院看看。让小姐见笑了。没事。爸，都去了几次了，每次都是做全套检查，花了快4、5万，结果都说各项指标正常，查不出原因，怎么还去？那能怎么办？这都第3次了，每一次发作都这样，真是邪门了。要不再换家医院试试？还能去哪家啊？市里最好的都去过了。爸，你说雪球会不会？钟老板，钟小姐，能让我看看吗？我对动物的一些疑难杂症有点特别的办法。爸，这位是林小姐，是爸的一位客人，刚300万卖给了我个明代官窑的青花缠枝龙纹碗。小姐还懂兽医？就是略懂些皮毛罢了。你真的能行吗？雪球现在这么难受，你们也没什么办法，行不行？也总要试一下，不是吗？林小姐说的是，闺女，林小姐是个敞亮人，她应该是真看出什么了，不如先让她看看。林小姐，那就拜托你了，你小心些，雪球她怕生，小心她咬你。肚子好痛，像被针扎过一样，痛得喘不过气来了。主人救救我，雪球要难受死了。这个人好舒服，好暖和。雪球怎么不挣扎啊？他居然不讨厌你。雪球别怕，告诉我哪里最痛？是不是肚子里面靠近后背的地方？你能和我说话？当然，你快回答我的问题。他这是在和雪球说话？可能是在安抚雪球，转移注意力吧。对，就是那里，好痛，像是火在烧，动不了。雪球，你是不是最近偷吃什么奇怪的东西了？雪球没有偷吃，就前几天笼子里多了好几块好小好小的石头，亮晶晶的很漂亮，我就忍不住舔了舔，好像吞下去了。钟小姐，雪球的笼子里最近是不是有石头之类的硬物在里面？石头、硬物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大概1周前，我戴的一条很小的碎钻手链断了，有几颗米粒大的碎钻掉在它的笼子附近，难道是因为这个？那就是了，问题就在这里。雪球很可能误食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，比如你说的碎钻，这东西密度高，在 X 光下，如果位置刁钻或者被肠道内容物遮挡的话，很容易漏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小东西怎么什么都敢吃？还是得多亏了林小姐啊。林小姐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送去医院手术还来得及吗？别急，现在送医院手术是常规方案，但雪球现在极度虚弱，手术风险很高，而且那颗东西非常小，位置又特殊。不过我有一个风险更低的办法，你们要不要试一试？是什么方法？您尽管说。有没有橄榄油或者石蜡油？再准备一支最小的针管，然后配合我独家的特殊按摩手法，看看能不能让它肚子里的异物自然下行排出。有，橄榄油厨房就有，针管我去找。爸，我带林小姐去后面。林小姐跟我来。神了，真的神了，真的像林小姐说的那样。林小姐，你可真是厉害，这要是去医院，怎么不得做个小手术啊？林小姐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好了，异物排出来了，炎症还需要点时间恢复，不过问题不大。这2天给他喂点温热的流食，注意保暖，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了。爸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谢谢林小姐。那是自然。林小姐，你这本事可不仅仅是略懂皮毛啊，这比那些顶尖仪器都厉害。来，这点心意啊，你可一定要收下，这是诊金。钟老板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举手之劳而已，哪里值这么多钱？一码归一码嘛，你救了我女儿的宝贝，就是救了我老钟的心头肉啊，诊金必须给。不过，钟老板、钟小姐，这次虽然是雪球贪吃才出现这种情况，但我还是得说你们2句。身为主人，我们还得时刻细心才好。知道了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钟老板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
我送送你。雪球，你去哪儿？你病还没好呢。哎呀，等等，我还没报答你呢。给你，这个是我的宝贝，藏了好久，亮晶晶的，最喜欢了，送给你啦。雪球，这是你给我的谢礼。当然，我雪球最讲义气。哎呀，雪球，平时我想看看你藏着的宝贝，你都不让呢。看来你真是把林小姐当恩人了。林小姐，这雪球啊，真是有灵性啊，这是她最宝贵的东西，你呀，可一定要收下，可不能辜负她呀。既然周老板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谢谢雪球，你的宝贝我收下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周老板。啊。小白、大黑，我回来啦。哎，这两个小家伙跑哪了啊？算了，走了就别再回来了。哎呀，累死了。哎，对了，雪球这小家伙能藏什么宝贝啊？这啥玩意儿？这不会是杨之玉做的玉蝉吧？雪球这小家伙藏的东西还真是贵重啊！抓住那4狗，别跑！这是干什么呢？这么闹腾！大黑！哎呦妈呀！哪来的疯狗啊？黑乎乎一坨，吓死人了！站住！你这个畜生，把我刚洗的床单都蹭脏了，全是你！叼着什么东西啊？臭死了！就是他！大黑，停下！主人，你终于来了！再不来，本王给你找来的宝贝就要被抢走了！各位邻居，别打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，这是我家的狗。小小啊，你看你养的什么狗啊？把我刚洗的床单都弄脏了，还有这墙，这狗你不好好拴好了，让它出来乱跑什么？就是跟个泥石流似的冲出来，吓死人了！他嘴里叼的什么呀？臭烘烘的，谁知道是什么垃圾？会不会有病毒啊？太可怕了！对啊，那东西看着就邪性，像个小人似的，脏兮兮、臭烘烘的，赶紧让它扔了，别再是什么有毒的。我是不是给主人添麻烦了？傻狗！对不起，各位，大黑不是故意的，他可能是想出来帮我找东西，他很乖的。弄脏的地方我赔，我双倍赔，大家消消气。行了吧，邻里邻居的谁不知道谁呀？还双倍赔，你赔得起吗你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看着有点像人参啊？哟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还人参？人参是这么好挖到的？对呀，我可听说挖人参是要绑红线的，忌讳可多了。一只狗哪能找来什么人参呢？哎，小小，赶紧把那东西拿出去扔掉，把你的狗弄回家拴好了，别再让它出来乱跑了。该赔偿的赔偿。可恶，这群人居然敢质疑本王！主人千万不能扔啊，这可是真宝贝，本王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。哎，你们都围在这儿干嘛呢？闹哄哄的。张姐，你可得让小琳娜好好管管她家的狗，叼着这么脏的垃圾到处跑，弄得到处脏兮兮的，我都打扫不过来了。这要是带病菌怎么办？明明是你们阻拦本王，还想用棍子打我，差点毁了我给主人找来的大宝贝。还好本王跑得快。是啊，张大妈，咱这么多人住在这儿，我看呐，这狗就是野性不改，出去乱跑乱咬就该送走，留在楼里太危险了。就是，赔钱是小事，安全是大事，赶紧送走。就是，还有他手里的东西，赶紧拿去扔掉，难闻死了，简直是影响咱们的居住环境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都少说两句吧。哎呀，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，就是他。刚才在城郊的山路上，我就看到一条大黑狗叼着一个大宝贝一路狂奔，哎呀，追了我2条街啊！就是他叼走的。哎呀，总算是给我找着了。看吧，一定是你这破狗啊，在外面又惹了什么祸，人事主都追到这儿来了，这狗就该送去弄死。才不是，本王从不惹事儿。您是？小姑娘，这宝贝能给我看看吗？啊，可以。不行，那是本王找来给主人养身体的。大黑，没事的，人家就是看看，又不是抢。哎，对，我就是看看，想鉴定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，不抢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出钱买。
哟，这人是疯了吧？还想花钱买个烂树根啊？龙丸锦觅虽然被啃得惨了点，但这形态，这野性十足的灵气，这浓郁的药香，应该错不了是他。这人谁呀？看个烂树根还这么激动，装神弄鬼的，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天佑啊天佑！没想到我居然还能见到这等品相的宝贝。小姑娘，你家这狗啊，真是神犬呐！这哪里是什么烂树根，这可是野山参，至少100年以上的纯货呀！什么？人参？100年的？还是野生的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刚才还想把这宝贝当垃圾扫走呢。哼，这傻狗还能找来野山参，大家信吗？哼，这人还算识货，让你们质疑本王。嘿嘿，主人，本王厉害吧？本王就说，本王聪明又能干，收留我肯定不吃亏的。就像梨罐头，嘿嘿。你呀你，100年的野山参，那得值多少钱呢？按现在的市场行情啊，品相完好的100年野山参是可遇不可求的。100年的野山参拍卖价可能到1000万。这株啊，虽略有损伤，但药力未散，生在新鲜出土，至少也值个几百万。几百万？哇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一定是在骗人！小姑娘，这100年的野山参可遇不可求啊，药效比那些原参强100倍，是吊民续元的大补圣品。我现在的研究需要这么一株药材，我愿意出200万。200万？小林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200万呢？快卖了吧！这是嫌少，虽然给的的确少了些，可科研的经费也不多了呀。姑娘，要是嫌少，我给你出不必了，就200万，就当我交个朋友。小姑娘，那我可是欠你个大人情啊。那这样吧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给我打电话。您真是太客气了。不过我还真有个事儿，不知道李教授您能不能帮得到？姑娘不妨直说，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，如果能办到，我一定不会推脱。如果能办到，我一定不会推脱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想开一个非盈利性的流浪动物救助站，想给在外流浪的毛孩子一个庇护所，提供一个基本的医疗环境。这可是好事儿。但是我现在人手、场地、经验都缺，尤其缺乏一个官方的背书和支持。您看看，这好说。我虽然不管这些，但也认识些人，只是不知道小姑娘是否有兽医资格证啊，这可是个硬门槛。没有这个证，很多事名不正言不顺，也容易被人抓到把柄。要是有的话，这事就好办了。暂时还没有，但我能去考。小姑娘，这可有些难办了，而且兽医资格证也不是那么好考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能考下来。行吧，其他的事儿，小姑娘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只要你资格证能考下来，那一切都顺利。刚好我认识省畜牧兽医局负责资格认证的孙老，他是主考官之一，为人公正但也严格。我可以推荐你过去试试，但考试必须得你自己凭真本事过。我明白，李教授，谢谢您的指路，我一定会考下来的。啊，呀，刚还200万，这怎么就要走啊？怎么不接着演会儿啊？哈，嗨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来，小姑娘莫怪啊。到账200万元。其他的事儿你不用管，安心考试即可。李教授，您慢走。主人怎么能把宝贝给卖了？那可是本王费大力气找回来给你补身体的。我不需要补，不过是昨天有点累，事有点多而已。哎，小林，你这狗真成精了，早晨自个儿出门，吓了我一跳，下午回来就给你带了200万的宝贝疙瘩，你这狗卖不？对，你这狗真是神了，卖不？我也想买。小，你看啊，你住的地方本来就小，狗也占地方，要不你把这狗卖给我吧。刚刚你还想让大黑死呢，怎么现在就买上狗了？小林，要不你把狗卖给我，我出2000。我出2万。主人最爱卖东西了，主人不会要把我也卖了吧？我有这么贪财吗？嘿嘿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各位邻居，这狗虽然是我捡来的，但我暂时还没有打算要卖它，只希望以后大家不要再欺负它了。哪能啊，这可是神犬呀！没错，没错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小小，你看啊，你一直都是一个人，女人嘛，身边总得有个男人照顾你。要不你看，暂时不需要了哈。大黑，走，回家吃罐头。你以为是老子看上了你？老子不过是看上了你那200万和你家那条傻狗而已。你看这个大黑，脏死了都，好臭好臭。一会儿我去给他洗个澡。说你呢。谁呀？怎么是你啊？什么事儿？小小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你了。主要是今天下午的事，我这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之前是有点误会，让你和大黑受了惊。我专门给你买的小蛋糕，来给你赔个不是啊。哎，哎呀，又是这个坏男人。哎，笑笑，你尝尝，这可是他们家招牌，你尝尝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。嗨，笑笑，其实我是有个不情之请的。我知道君子不夺人所爱，但是你家大黑和我那可是一见如故啊。能不能让你家大黑去我家住几天啊？这不是我不想，你得问问大黑的意思。太好了，不就是一只畜生吗？还要问他的意见，真是可笑。哪根火腿肠那畜生还不跟着我就走了？到时候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哼，哎，小小，你说的对，这事儿啊，确实得问问大黑的意见。哈，来，大黑来，来，哎，对，死狗，竟然看不起老子！等老子把你弄到手了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必须1天1根百年老山参。什么玩意儿？真小气！就拿根火腿肠就想本王背叛主人？啃骨头和吃肉，本王还是分得清的。嘿，大黑啊，好狗狗，来跟我走，我家里边还有好多好吃的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再给个机会，再试试。疯狗死狗，老子迟早把你宰了炖狗肉！哼，坏人还想拐跑本王？本王对主人忠心耿耿。哎呦，你家这狗吓着我了！嘿，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呀？明明是你自己闯进来要找大黑的。我不管，反正他吓着我了。你今天要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报警，把你家狗给你带走。本王是不是又给主人惹麻烦了？要多少？你家狗把我吓成这样，怎么的也得200万。200万？哦，原来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呀。不给钱也行，那你就让我把大黑给带走。嘿，你做梦！行，那我就报警，到时候警察把他当疯狗抓起来。好啊，有种你就报警啊！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已经录下来了。这里是我家，我不仅可以告你非法闯入，还可以告你敲诈勒索，对我图谋不轨。就你这样的，还好意思威胁我？你不是想报警吗？好，报呀，看谁怕谁。哎，别，开玩笑，我走，行了吧？哎，站住！拿上你的东西。死狗，给我等着！快走！林小小，你这个贱人，不是说好了不报警吗？你敢骗老子！活该！兽医资格认证中心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你好，是来考试的吗？拿准考证去那边排队去。
我是李教授介绍过来找孙老的。孙老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孙老最讨厌你们这种托关系的，去那边排队去。我还没有准考证。没有准考证还不闪一边去？别在这碍事，去那边报名，等待下一场考试。啊，谢谢啊。呆呆，你怎么了？呆呆，快来人啊，快！呆呆刚刚明明还好好的。快送医院去最近的。急性重症，现在送医院怕是来不及了。是你在说什么？快让开，别拦着。是你在说什么？快让开，别拦着。这位美女，你是兽医吗？你快帮我看看呆呆怎么了？什么兽医？他不过是一个还没报名的考生，你还是快点送医院去吧。他现在情况很危急，你要是这么抱着他出去，他可能会死的。你少在这危言耸听，这种情况我见多了，不及时送医才是必死无疑呀。再说，你敢无证行医，我看你真是活不耐烦了。你快点送医院去吧。不能去，他真的会死的。吵什么？马上就要考试了，你们在这吵吵闹闹干什么？考场纪律都不懂吗？孙老，实在是情况紧急，这有只宠物病倒了，需要救治，都怪这小妞在这百般阻挠，耽误救治，这才引起了骚乱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。他就是李教授说的孙老。孙老，这只狗是急性症状，心力衰竭，受不了颠簸，送医院恐怕是来不及啊。孙老在这儿还敢乱叫，保安呢？等等，都安静。得罪了孙老，这辈子别想考出证来了。确实是急性症状，送医院怕是来不及，先让我看看。怎么样，老医师？呆呆不会真的没救了吧？你别急，用常规手段难以迅速判断病因，可能还是要送到医院检查。我只能先给他做一些急救措施。不如让我看看。好，那你试试。呆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以为给人看病呢，还问上了。喘不上气，我感觉心快要炸了，好痛啊！都怪我早上偷吃了藏在沙发里的巧克力。巧克力中毒，急性心力衰竭，他偷吃了巧克力，现在应该立刻催吐给氧，降低心率和颅内压。你确定？依据是什么？总不能说是呆呆告诉我的吧？看症状，瞳孔散大，心率过快，呕吐物有未消化的可可碎屑气味。他这种神经症状高度符合可可碱中毒症状。快，按照他的意思做，准备利尿剂、氧气、活性炭、催吐。孙老，这快，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来。终于好受些了，谢谢你。好，年轻人呐，你这判断精准，处置得当。你是在哪家宠物医院任职啊？孙老，我还没有兽医证。啊？他还没有兽医证？他呀，只是一个还没有报名的考生。你这对病理病症的判断以及相应的处理方式，整个操作的实际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考试的要求，完全像个老医师怎么会没证啊？罢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给你安排考试。孙老，我叫林小小。林小小，你就是李小子推荐的那个林小小？行了，你就记录考生林小小实操考试通过，满分。你准备，下午和他们一起考试吧。孙老，这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啊？实操考核不是已经过了吗？远远超过我们考试的难度，你是看不到吗？还是你都学到狗肚子里了？就是。谢谢孙老。无妨，你有这个实力。那我去准备考试。这位同学，你有什么事？考官，我要交卷。这位同学，距离考试结束还有1个小时，你确定现在要交卷吗？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，对兽医知识理论的应用，让这些知识就像是刻在我脑子里面一样。
这理论考试对我来说简直不要太简单。确认。小姑娘还是太年轻了，以为实操过了，在孙老面前露了脸，理论就可以随意应付了。孙老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唉。Yes， 这下回去等消息就行了。孙老，这是此次考试的所有试卷。林小小考得怎么样？应该不错吧？是不错，听说呀，离考试结束还有1个小时就交卷了呢，自信得很。有这回事啊？真是沉不住气啊！虽然这次理论难了一点，但是以他的本事，考试应该不难呢。哎，可惜了这个苗子了。希望他下次考试啊，能吸取教训。孙老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林小小这次考得确实不错。哼，提前1个小时能打多好？孙老，你看，也就是100分而已。多少？满分儿！哎呀，人才，真是人才呀！喂，谁啊？小林啊，你救助站的位置我给你选好了，也弄得差不多了，就差最后门面的装修和器具啥的，就能正常开业了。这么快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李教授。嗨，和我客气什么？那人参可是让我占了大便宜，围着发你了，有空你就赶快过去看看吧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救助站你要取个什么名字呀？就叫盟主驾到吧。大黑非叫我把你给拴上，晃来晃去，晃得我头晕。咱们过几天才正式营业，到时候咱们一起住进来啊。主人，这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家了吗？当然啦。不过咱们去哪儿找些客人呢？让那些需要帮助的小动物自己来到救助站。主人，你把我放开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哎，大黑，干嘛去啊？哎，这傻狗。怎么样，小白？开心吗？勉强凑合吧。大家伙快出来！本王主人开了个救助站，免费看病，吃喝全免，还包住啊！真的假的？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不会是想骗我们过去好卖狗肉吧？就是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那些人还天天想着抓我们取乐呢。肯定是去了就被关在笼子里，不得自由。我主人可不一样，我主人可是大好人，你们去了就知道了。我还要通知其他小动物呢。要不去试试？这么多小动物，小动物们自发的宣传才是对救助站最好的宣传。别急，都有啊！大家有病的还可以来找我看病。你怎么了？踩到玻璃了，好痛，不敢走。我来看一看。喵，谢谢你。你呢？眼睛好痒，像有沙子看不清路，我是不是要瞎了？你先别急，我来看看。没事儿，你的眼睛不会瞎，只是比较严重的结膜炎。你怎么了？撞到玻璃，翅膀断了，飞不起来了，还饿。走，我去给你包扎一下。你怎么啦？水好脏，壳痒，感觉要烂掉了。我先给你消毒。谢谢你。奇怪了，大哥，这附近的那些畜生呢？怎么全都不见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前2天咬老子腿的那条狗，老子今天非得给它找出来，弄了它的肉。你说会不会是我们疗伤的这几天，有其他人来这一片，把那些畜生全都抓走了？谁呀？谁那么不长眼？不知道这片我照的？走，再找找看。我不信能抓那么干净。哎，这最近怎么回事？这客人怎么越来越少？嗨，别提了，我也是刚知道，有人在咱们这儿附近新开了一个动物救助站，他不仅免费帮那些流浪猫狗治病，连那些有人养的宠物也免费。那你说这不是扯呢吗？免费？不是这人有钱烧的呀？
这不是抢我们饭碗吗？哎，那些人也真敢啊，就这也敢去找他。关键是，我听说他医术还不错，在我们这儿没治好的，他都给治好了。那也不行，这不砸我们饭碗吗？人都去他那儿了，我们喝西北风啊！走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。哎，李哥，哎，小巧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哎呀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之前我们家球球的事儿还得感谢你呢。这你明天就要正式开业了，我这也没啥事儿，过来帮帮你也是应该的。这以后我们家小家伙要是再有病，可得给我打个折。李哥，你太客气了，以后球球和小布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就过来找我就行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就是，边那个应该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林医生吧？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哎，这不是那个林小小吗？还在这开起救助站了。哦，林小小，怪不得这么眼熟呢。你确定这救助站是他开的？背后没杀人？确定啊，调查过了。好啊，免费救助砸人饭碗是吧？还明天开业，等着吧。明天就让你从开门大吉变成关门大吉，等着给老子去吃牢饭。这一切好像做梦一样。大黑，小白，早点睡，咱们明天啊搬家。李老板，恭喜恭喜啊！黑人恭喜恭喜！谢谢雪球，他这是在跟我道谢呢。感谢大家捧场，盟主驾到救助站竭诚为毛孩子们服务。哟，林小小，好大的排场啊！这都开上救助站了，还免费看病，哼，这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呐！是你们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是你们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嘿，林小小啊，林小小，上次波比贵宾犬过敏的事儿，客户已经投诉到总部了，责任在于你用药不当。今天你就给我收拾东西。经理，又是陈医生让我拿的，剂量也是他定的，我根本……证据呢？没有证据就给我闭嘴！你一个实习助理早就该走人了，马上给我收拾东西，滚蛋！你们来干什么？别急啊，林小小，我说是谁有这么大能耐，在这片开救助站，还免费行医？原来是你这个因为重大医疗事故被扫地出门的打杂的呀！你一个兽医资格证都没有的人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这儿非法行医啊？啊！你这是置小动物的生命健康于不顾，是欺诈！大家千万不要让他骗了。这个人以前就是我们医院一个打杂的，因为不遵守医嘱，导致宠物出了事故，才被开除的。这才几天呢，摇身一变装成神医了。我建议大家立刻举报，把这里查封了。你们放屁！我主人天下第一好，我主人天下第一神医。真烦人！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林医生的医术，我和我女儿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没错，林小姐的医德和能力无可置疑。就是说破天去，这没证就是没证，这是法律。林小小，你有本事就把资格证拿出来，拿不出来，趁早关门。干！是啊，大家看，他连个营业执照都没有，就是一个无证行医的骗子。你们大家舍得把你们亲爱的宠物交到这样的人手里？是啊，对，骗子，你们别听他们瞎说，能够这样？我们李哥，陈峰，以前的事情你心知肚明，我到底有没有能力？这些小动物和他们的主人们都能为我作证。资格证，我作证？做什么证？靠你忽悠吗？资格证呢？你倒是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！拿不出来，你就是在犯罪，是非法行医。各位，为了你们宠物的生命安全啊，我劝你们赶紧离开这个非法场所，要不然这出了事儿
就后悔莫及呀。是，不瞒各位说，我们来之前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很快就到了，一定要把这害群之马抓起来。谁报的警？林小小，你死定了！哎，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，我举报的这人非法行医，还开救助站敛财，你们快把人抓起来！同志，那出示一下你的资格证。警察同志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让人送过来。得了吧，警察同志，赶快把他抓起来！他根本不可能有证书，他才刚被我们开除了1个多月，他哪有时间考证书啊？他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就是啊，哎，你看这些小动物，这没准啊，指不定平常怎么被他折磨呢。哎，报举冤枉完人！2个坏人气息让我作呕，不要拦着我，我要咬死他们！哎，你看看，这小动物多可怜，这都被他整应激了都。陈峰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虐待动物了？本王忍不了了，我也忍不了了。本喵也是，本喵要挠死他！这位同志，请不要浪费时间，赶紧出示证书，没有的话就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谁说他没证？林小小的兽医资格证在老夫这儿。小林啊，抱歉，路上有点堵车，来晚了点。没事，一点都不晚。孙老、李教授，你们来的刚刚好。小林啊，你的理论考试满分，结合之前的实操考核成绩，经省局审核批准，你的职业资格证书啊正式生效。今天开业大吉，我老头子亲自给你送来了。多谢孙老。天哪，那是省畜牧兽医局负责资格认证的孙老，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教授，他们居然亲自给林医生送证书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哎，孙老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这小林的实操考试啊，我是亲眼看着的，比起你们寻常考试可难了不是一点儿。怎么，你质疑老夫徇私舞弊吗？不敢。警察同志，您看。啊，省协会特批啊！证书没问题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我的天，他刚刚说什么？省协会特批，还是孙老亲自送证？这林医生也太厉害了！我想起来了，我之前去过他们医院，老师让做各种检查，实际效果一点都没有。他们一定是嫉妒林医生。对，没错，当初我家毛头也是那样。原来你们才是那个污蔑好人的骗子，太卑鄙了！哎呀，有些人自己医术不行，偏偏还使那些下三滥的手段。呸！哼，小林呐，证书收好，好好干。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老头的，尽管开口。陈医生、王经理，我这开业庆典还要继续，如果你们没有其他指教的话，就请自便吧。我们这里只欢迎真心热爱小动物的人。快滚！滚吧！滚吧！在这丢人现眼了！李小小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哎呦，终于走了。大家里面请。好，走。恭喜开业大吉啊！肯定很有意思啊！走。晚安了，各位，拜拜。目标黑心医院，行动！林小小、孙老，你们给老子等着！此仇不报，我陈峰的名字倒着写。还有这群该死的畜生！哎，消气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那孙老都出面了，那小蹄子的证，这个屁！肯定是走了狗屎运，我迟早要让他身败名裂。还有那个破救助站，给我找人！怎么回事？这外边怎么那么吵？可能是打麻醉的那些动物醒了，不碍事儿。来，
继续吃。都给老子安静点，不然老子把你们这些畜生全宰了！什么玩意儿？狗？哪儿来的野狗？保安，保安呢？还有猫，滚出去！别拿呀！下来，下来！别拿那个！闹鬼了！不对，闹动物了！来人呐！你们要的猫粮。好嘞，谢谢啊！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，奇怪，怎么今天都在睡觉？大黑也在睡觉。平时吃饭不就数他鸡鸡的吗？大黑也在睡觉，平时吃饭不就数他鸡鸡的吗？哎，小巧，你听说了吗？李哥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哎呀，你还不知道呢！我今天早上可听说，昨天晚上陈峰和王经理他们医院遭到暴动了。暴动？对，哎呀，真是活该，这老天都看不下去了。就在昨天晚上，他们医院突然遭到暴动，那个什么陈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晕在外面了。这警察来的时候，现场那叫一片狼藉啊！那陈峰本来还叫警察严查呢，觉得是你在报复，结果警察一查，发现啊，在宠物医院门口暴动的是一群宠物啊！听说今天早上警察上班的时候，在警察局门口有一群小动物，还给警察送东西呢。送东西？对，你猜送的什么？不会是花吧？当然不是，送的是陈峰他们医院违规违法的证据。陈峰当时就叫嚣着要撤销立案，但是啊，已经晚了。哎呀，真是恶人自有天收。哎，你说那些小动物们都是哪儿来的呀？不会是他们吧？哎，李哥，你快来看哦！本台最新消息，我市爱宠之家宠物医院突发暴力事件，经查证及监控录像显示，袭击者为我市的流浪小动物。这医院……哎，你好，能接受一下采访吗？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呀？能跟我们说说吗？怎么被封了呀？请您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被封呢？理由是什么呢？请您解释一下。天哪，小小，这不是你们家大黑吗？哎，还有这几个小宠物，这不都是你们家这些小祖宗吗？哎呦，怎么着？他们是把陈峰的老窝给端了？哎，还真是神了，真是神了！林医生养的这猫狗都成精了。他们肯定是知道陈峰欺负林医生，替天行道来了，这还真是奇了。这就叫好人有好报。你看，这小小心地这么善良，这些毛孩子们都值得感恩呢。是啊，是啊。哼，活该！像陈峰这种黑心医院，早就该关门了。哪像我们家小小，真心实意的为动物们着想，是不是？就是，我以前带我家狗去过一次，小毛病硬是被说成大毛病，花了好几千，还是林医生这里实在。其实啊，动物和人都一样，心里都有一杆秤，心术不正的人终究是走不远的。这些人啊，也算是多行不义。那林医生，您先忙，我们先过去了。好嘞，你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紧急通缉，警方悬赏50万元征集线索，犯罪嫌疑人张奎涉嫌多起恶性抢劫、伤害案，极度危险。最后一次现身在本市西郊旧工业区附近，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。知情者请迅速与警方联系。西郊，这不就是咱们这边吗？50万，这些亡命之徒，希望警察赶紧抓到他，太危险了。对，人渣，这种人抓到就应该关一辈子。不过，咱们这边废弃厂房比较多，这儿藏个人还真不容易抓到。
咱们可得小心点。哎，救命！那个坏人太可怕了，血，好多血，他杀了好多小动物。血，好多血，他杀了好多小动物。什么？你说谁在杀小动物啊？就是电视上那个人，他是魔鬼，他就躲在老罐头厂里，他杀了好多好多小伙伴。他看见我就拿石头砸我，还想用刀，我拼命跑才逃出来，他还在那里，好可怕！实在是太可恶了。别怕，这种人必须把他抓起来，我们报警。笑笑，怎么了？李哥，老罐头厂来了一个虐杀小动物的畜生，我必须先阻止他，你帮他处理一下伤口，赶紧报警啊！哦，好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啊？麻烦了，麻烦了。哥，你怎么还把自己整进来了？你那宠物医院不挺挣钱的吗？林小小，都是他害的。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被孙老那个老东西当众打脸，也不会丢了医院，更不会被那些人知道秘密，现在还蹲监狱。他断我财路，毁我前程，此仇不报，我死不瞑目。又是谁在想我？哥，林小小，那是谁呀？道上很有名吗？没听说过呀。哼，狗屁道上的，他就是一个人，在城郊开了一家救助站，那身边跟了一条大黑狗的，就是他。大黑狗？救助站？哥，那你说那里边是不是特别多猫猫狗狗、小动物啥的？彪子啊，你最近是不是偷不到狗了？别提了，最近不知道怎么的，这猫狗都不见了，这莫名其妙的，像消失了一样。哥，你是说？安静点儿。不好意思啊。我就说这猫狗怎么平白无故就没了。彪子，这个可是挡了我们一家的财路，就帮哥这一次，弄残他，或者让他的救助站开不下去，事成之后，搁外面还有点老底，全都给你，这总好过现在和西北风强吧？哥，你看你说那干啥？咱都自家兄弟，你就算不说，我也会帮你的。好兄弟。放心吧，哥。哥，咱们真要去弄他？废话，一个开宠物店的小姑娘能有多大能耐？怎么着，怕了？我跟你说，把她干了，那些畜生就都是我们的了。再加上陈峰的家底儿，够咱们挥霍一阵了啊！听哥的，干了！不过哥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人有点眼熟啊？小白大黑，快跟上！你别说，还真是啊。哥，你看，是那只大黑狗。原来是他呀，还真是冤家路窄，让老子好找。这下更得的了。就是这大黑狗，现在油光瓦亮的，价钱怕不是要翻个倍了。敢咬我，这次正好连人带狗一起收上，钱我要，仇我也要报。哥，咱还是小心点，听说这小娘们有点邪门。他身边那些畜生都精得很，怕什么？再邪，能邪过老子的全都跟棍子。走，跟我干他去啊！这些条子追得真紧，害得老子只能躲在这个破地方吃这些东西。这不是那个通缉犯吗？不是吧？运气这么差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谁呀？快走！还是个小娘皮！快！不行，
不能让他跑了，让他跑了，老子就完了。站住！哼，总算让子堵到你了。你们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断你一条腿！敢断我们财路，坏彪哥好事儿，还害峰哥坐牢，找死！你们认识陈峰？主人，好熟悉的味道。大黑，我们认识他们吗？主人，他们俩好像就是上次的偷狗贼。哎，小妞，吓傻了，跟狗说什么话呢？大哥，这小妞脑子怕不是有毛病吧？偷狗贼，你们竟然和陈峰还有关系？老子捂这么严实了，还能把我认出来？那你今天就等死吧！给我上！小良天，接着跑啊！没想到还有2个帮手。条子怎么这么快就找过来了？是你报的警，老子已经崩了你！不行，不能直接把他杀了，得把他当成人质。给老子滚过来！大哥，我就是路过的。耳朵聋了吗？听到老子话没？给老子滚过来！找死！死猫！臭娘们儿，老子弄死你！你！小白，快，别动，别动！小白，是你救了我。林小小女士及其动物伙伴，凭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非凡的勇气，协助警方成功抓获极度危险的在逃重犯张奎，消除了社会重大隐患。在此，我谨代表市局和全市人民，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。这里是50万的奖金，林女士。林小姐，请问您是如何发现如此狡猾的逃犯踪迹的？其实最大的功臣是我的小伙伴们。小白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房间，怎么样？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大黑，别着急，一会儿带你去看你的房间。新玩具，好多好吃的，跟着主人有肉吃，本王还要抓坏人。